在一个堕落的环境，就认为自己一定会跟着堕落，没有出息。我在微博上面一定在很多地方被骂，就是所有的艺人，包括丹丹姐自己，一定都有惹人不开心的地方，他们就是会点评我们。可是我们就要陪着一起去点评别人吗？我们在网络上可以做的事情很多，我们在微博上可以写很多东西。我之所以认识丹丹姐，就是因为我在微博上看到了她是一个温暖、开放、自由的人，所以我才喜欢她，我才认为她非常值得被邀请坐在这里。我认识到人的散发的光辉，即使那个地方是一片沼泽，散发臭气，所以这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，就是你为什么要在一个别人都堕落的地方跟着一起堕落呢？你可以做出非常好的事情。我现在写出来的说话书，我写出来的情商书，全部都是因为我在微博上自己一篇一篇慢慢写所体会出来的。所以为什么一个前任点评网会搞得你们全部都要跟着一起骂别人，然后变成那个地方是地狱，然后你责怪别人而不责怪自己？就是堕落的环境，你绝对可以做高级的事情，然后你的高级会影响别人，别人也会变得高级，这个才是你面对科技应该有的态度，而不是一直躲开说我吃不消，我抵挡不了，我一定会完蛋。这个太不像一个有出息的人应该有的态度。这是我的第一点，我不懂你们在害怕什么东西。第二点就是，我认为我们人应该学习面对失去。阮高明今天讲的第一句话说，那不是网络上的一个陵园吗？那是个坟场，那不是太晦气了吗？我其实很希望网络上有坟场的，我希望有陵园。我们为什么对死去的人这么无情？死去的人就是我们的前任啊，他就是我们在生命中跟我们交错过。我跟丹丹姐可能这辈子不再有机会合作，我们就碰到这一期一会的一次，然后他就变成了我曾经认识过的明星的前任，他就是一个前任的明星。可是我失去那个，我难道不怀念他吗？就是人的生命的过程，不就是由怀念所累积而成的？我的书里讲了一件事情，我在这边，我很乐意告诉大家，就是我们在前面几集的《奇葩说》里面，永远都听到有人跟他的爸爸妈妈产生了无法化解的疙瘩。结果我在书里想了一个办法，我说，如果你跟你的父母亲有那种一辈子都化解不了，搞得你3年不愿意跟他打电话，你想要脱离父女关系的这种问题的话，你试一件事情，你就想象你被要求在妈妈的葬礼上写一篇悼念她的文章，你知道就会发生什么事吗？等你写完，你不会再恨她了，因为你失去她以后，你就知道当初那些疙瘩都不重要。你怎么那么幼稚？你怎么那么孩子气？你怎么忍心3年不跟他打电话？他可能人生只剩下13年，然后你3年不跟他打电话。你写了那篇追悼词，你当然不必250的去打电话说妈，我念给你听，我写了一篇你的追悼词。可是你写完之后，你就会原谅你们曾经互相错过的这件小事情，而觉得那个最后的事情是重要的。我们人怎么那么害怕讨论失去？失去生命的时候，我们不愿意讲死亡，我们觉得那个晦气；然后我们失去爱情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面对我们的前任，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爱情里面前任是渣的话，我们一定有错。有人单纯是渣吗？那你看上他什么？你的眼光起码是错的吧？就他曾经带给你的欢乐呢？他曾经带出来那些对于生命的喜悦、跟乐趣、跟向往去了哪里？当你看到其他人都一片骂声在骂前任是渣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有一个警醒，会想说，我也要跟着这么愤怒吗？还是我能够想到一点好事情？训练我们自己面对失去是非常重要的课程，所以我认为一个回忆失去的爱情的 APP 是一个值得存在的 APP。谢谢。你现在是不是没那么恨他了？特别恨，更加恨了，是吧？对为什么？
因为他讲的简直是一派胡言，而且他用那么温和的，好像带着旋律的声音，然后再滔滔不绝的讲。带着旋律的胡言乱语。对，真的。刚才陈明讲的啊，陈明是正方，我觉得最有说服力的一个人。他讲，当你抬起巴掌想要家暴的时候，哦，你一想有一个 APP， 我别家暴了，这种完全都是。首先，你不了解家暴是什么，家暴是一种病。我认为家暴不是说因为他打下去他就痛快了，他要把他打得鼻青脸肿之后，他要享受的是那个把他哄好，然后他们再热烈，他享受的是那一个轮回，然后哄好之后再家暴，再把他想办法把他跪地求饶的哄好。家暴是一个心理病症，所以你那个就这一想 APP 在我就别打了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。首先啊，这是一个插曲，然后我讲你。你刚才举了2个例子，一个是我跟你，一个是他跟他妈，这俩都不是前任，咱俩互不是前任，是吗？他跟他妈也不是前任，我们在讲的要说一个前任的 APP， 我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然后那么美好，你要讲的你要注意，你的前任他有可能是20年前的。对，当然你说的对，你必须把它反过来，我都不想看你的书了，好可爱啊！你讲的这个前任，最后他有可能是别人的母亲，也可能是别人的奶奶。然后你用你那么不成熟的思想，你再讲一个不成熟的年轻人曾经跟你有过一次恋爱，你根本毫无道理。哎呦，气死我了！丹丹姐，咱这是一波的，咱们都一伙的，不生气，不生气。啊，这个节目我觉得我还是别参加了。我把丹丹姐气着，真的是，你是秋高，我是气爽。讲完了吗？还没讲完，还没讲完。然后还跟你妈妈还有葬礼，然后你妈妈死的时候，你讲几句话，那叫前任吗？我的妈呀！我现在只关心一件事情，这是丹丹姐，令郎过得可好？我儿子在准备那个发言稿，就是妈妈，当你离开这个世界。我被丹丹姐光是念了5分钟，我就已经快生不如死。就是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